悠闲的下午时光，三个小熊孩拿着寻宝仪来到了海滩边。随着哔哔哔的声响，吉恩立即启动狗刨模式。在一阵尘土飞扬中，他挖出了一个小男孩。没错，又是吉米的傻儿子之一奥利。看到他们兄弟俩，蒂娜就知道自己男神肯定就在这附近。一阵搜寻，果然看到了在和泽克摔跤的小吉米。看他俩打的那叫一个难舍难分，激情四射。吉恩庆幸自己只和女孩玩，结果转头老姐就下命令陪自己一起训练小吉米。小吉米谢绝了他的好意，表示自己明天要和泽克一起去看太妃糖工厂拆迁。蒂娜看他俩亲密的勾肩搭背，羡慕极了。这头泰迪邀请鲍勃来自己家看比赛，来的时候最好带着豆子给自己做沙拉。琳达表示不好意思，今晚鲍勃和自己有约了。泰迪懂了，今晚是鲍勃交公粮的日子。孩子们推门进来，展示他们的收获，用金属探测仪找到的另一个金属探测仪，但是包浆限定版。蒂娜找到了一本暗黑裂隙，打算拜读学习一下。一旁的泰迪有些惋惜道，可惜孩子们不能将探测仪带到卡弗利的太妃糖工厂去寻找遗世宝藏。一说这个，路易斯可就不困了，让泰迪展开说说。这件事是泰迪的叔叔帕迪告诉他的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曾是卡弗里的佣人，而他的工作就是给卡弗里的钱扫灰。糖果商只是他的伪装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走私犯。他曾在禁酒令期间走私过酒。糖果厂下方有几条隧道，他们用船运酒。为了防止被 FBI 的人发现，隧道内还有陷阱。有传言说，卡弗里做了一大堆太妃糖假人来保护自己的生意，就和兵马俑一样的。总之，卡弗里并不相信银行，便将金条藏在了隧道里。有一件事只有叔叔知道，现在他要告诉孩子们，工厂内有一个秘密电梯，可以带他们进入隧道，只需要沿着隧道走到3块石头那儿，再走另一条隧道就能找到宝藏。画完，泰迪自己都笑了，这画的完全就是一个大屁股外加3坨大的嘛。讲完他才说，帕迪叔叔小时候经常这么逗自己，所以他现在也拿来逗了逗孩子们。路易斯叫走了老哥和老姐，不打算继续听泰迪吹水。他觉得宝藏这事儿还是得干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工厂明天就要拆除了，所以今晚他们就得动身。正好老妈老爸晚上要在床上打仗，三小只迅速来到了废弃工厂门口，本以为可以一家独占，结果蒂娜叫来了小吉米。看暗黑裂隙，蒂娜渴望和小吉米来一款同样精彩的历险，万一有什么吊桥效应，自己不就成了吗？结果泽克也被小吉米给叫来了，路易斯爽了，天道好轮回啊，家人们！紧随而来的还有奥利和安德。好了，这项秘密寻宝活动便是春游了。路易斯先和几人说明了，要是真的有金条，自己绝对不和他们一起分。再一看，这几个队友没一个靠谱的，月下跳舞忧郁歌，三傻怒舔成年老基友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传说中那个秘密电梯？他生气的用棍子砸向他们，没想到意外撞开了秘密电梯的挡板。难道帕迪叔叔说的是真的？进入电梯以后，吉恩胡乱转了一下转盘，整个电梯开始剧烈抖动，向内挤压。路易斯直呼不妙，他们是不是中陷阱了？只有蒂娜将头靠在男神胸口，享受甜蜜一刻。直到电梯落到了最底处，那头的琳达也仿佛有心灵感应一样，和鲍勃的爱情小 play 都不继续了，要去看看孩子们。他们安静的有些过分诡异了。琳达从蒂娜的日记上查到了，他们今晚潜入进了工厂内。琳达瞬间没了兴趣，要鲍勃和自己一起去找他们。鲍勃人麻了，我裤子都脱了，你和我说这个？路易斯现在有点后悔，叫自己的戳锅漏家人一起来了，一个恨不得把一整个镇的人都叫来，一个和饿死鬼投胎一样就知道舔东西。吉恩委屈的缩到了角落里放屁，试图崩开木板。路易斯觉得这地方可能是一个突破口，先一步钻了下去，俩小的也跟着下去了。人少了，蒂娜就想展开攻势，暗示小吉米将外套脱给自己，哪怕裤衩子也行。结果还得是血浓于水，吉恩先一步脱下裤衩子丢给了他，蒂娜反手给他扔了回去。他们4个下不去，只能在电梯里聊天。泽克闲不住将电梯门给拽开，还带着小吉米一起走了。蒂娜跟出来时，他们已经不见了。这些冒险小队直接分成了3组。看老姐异幕成那样，吉恩直接火上浇油，说人小吉米就不喜欢你。蒂娜没来得及伤心，就听到了妹妹的声音。他告诉俩人，这到处都是陷阱。紧接着就是他被锤飞以后的尖叫声。两人觉得路易斯向来无厘头，根本没想到深究。琳达拿着手电筒杀到现场。鲍勃也不甘示弱，裤裆里揣把枪就一起来了。琳达有些尴尬的告诉他，因为自己给他碗里塞了颗伟哥。不过既然这玩意儿能造孩子，肯定也能找孩子。琳达脱了他的裤子，就询问鲍勃的小坤孩儿在哪。孩子此时被打到下水道里，只能祈求那2个小傻瓜的拯救。路易斯觉得自己已经够大胆了，但在手电筒照到一旁的人形物时，还是吓得差点晕厥。他鼓起胆子问那团东西是不是要和自己打一架，半天没反应，他才想起来，这大概就是那个太妃糖假人。蒂娜和吉恩走一路，喊着路易斯的名字，听着回音，吉恩来劲儿了，和回音打的有来有回，直到鲍勃的声音响起。夫妻俩打算跳到电梯上再慢慢下来，显然是低估了自己的体重。
电梯板直接穿了，夫妻俩双双掉进了上水道里。那头的路易斯也没有坐以待毙，试图踩着泰夫的头爬出去，但他实在是太软了，一踩直接软下去了。路易斯愤愤不平道：“自己周围难道就全都是没用的软蛋吗？”看到泰夫的头耷了下来，路易斯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太苛刻了，和泰夫道了个歉。琳达也和孩子们一起出发去找妹妹了，只有鲍勃非常尴尬，时刻注意的衣服挡着自己，不被孩子们发现自己支帐篷了。工厂的地下通道实在是太大了，又弯又绕的一家人找到了第二天拂晓才找到被陷阱抓住的4人组。路易斯因为一个人待太久，已经开始有点精神崩溃了。上一秒和泰夫哥俩好，下一秒和他大吵大闹，因为他一直觉得哥哥和姐姐是废物，不然为什么自己这么久了还没有被找到？他刚说完，就听到井口传来了大家的呼喊声。琳达打算联系消防，结果下面根本没有信号。鲍勃赶紧安慰女儿别害怕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然而让众人没想到的是，外面的拆迁工作已经开始了，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。鲍勃问女儿下面有没有可用道具，路易斯也是气呀，自己有个道具早上来了，用着等你们吗？听到女儿又在阴阳怪气，鲍勃指责她别这样，谁愿意自己的遗言全是讽刺话呢？琳达看着怀里的书，意识到这玩意儿根本帮不了自己，与其靠装成愚蠢无助的女孩去仰仗他人，还不如正视自己那些闪光点。作为一个坚强、感性又聪明的女人，她冷静地告诉在场所有人，我们人多可以抱紧自己的手臂，下个人将腿插进去，组成人形梯将路易斯给救出来。路易斯身高不够，只能将泰夫举起来，再抱着腿一路出去。鲍勃看着怀里的泰夫满头问号，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几人拔腿就跑。几人猛地回头，发现泰夫卡在老爸身上了。琳达也不好和大家解释，总不能说鲍勃吃的伟哥用在泰夫当假人身上了吧？他们一路狂奔，却走到了死胡同里。几人想要在死前再表演一次，拿起砖头就开始狂敲墙板。鲍勃发现墙那头好像是空心的，没想到真的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。几人折腾一晚，可算是逃出来了。旁边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的市民，等着看拆迁了。奥利和安德还以为老爸是来接他们的。吉米一听，立刻装作绝世好父亲的模样。一旁的小吉米叫住了即将离开的蒂娜，告诉她坚强的女孩很性感，难得小吉米如此示好。蒂娜却忽然大女主起来，觉得自己不需要男人了。结果一转头就看到那小子的性感翘臀，大女主甜卡立刻到期了。鲍勃经历了一晚上的丁丁历险记，总算摆脱了泰夫。琳达觉得这药是真的圣母，下周再试一试。鲍勃听完两眼一黑，不要了吧。抱起地上的泰夫，路易斯决定真诚地向老哥老姐道歉，自己不该这么苛刻。如果没有他们俩，自己恐怕都没法活着见到太阳了。家人们觉得这都是应该的，毕竟大家都爱着彼此。路易斯本想带着泰夫回家，结果却被老妈拒绝了。他想了想，什么宝藏之类的，估计也是瞎扯。蒂娜倒是觉得这趟旅程就是宝藏，有收获就是不亏。不过这宝藏真的是假的吗？那当然不是。从上空看，这地方真的就是个大屁股，而金条早就被他们给带出来了，正是藏在了泰夫身体里。不过海浪将这一切都卷走了，只给大家留下了这次旅行的宝贵记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您，我们再见。